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松尾义也所著的《50岁后的人生：绽放还是凋零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从50岁开始，人生逐渐凋零的人的5个特征；第二，从50岁开始，人生逐渐绽放的人的3个特征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，从50岁开始，人生逐渐凋零的人的5个特征来开始解释。50岁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分水岭，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年龄段。过了50岁，我们会面临生活中许多大事件的挑战，比如承担起重要的工作责任、孩子教育的终了阶段、照顾或送别年迈的父母，而且到了55岁左右，可能还会被调到另一家公司，或者迎来退休，工资可能会减少30%到40%，下属变成了上司等等，这些都是严峻的现实。特别是在工作方面，面临的挑战有很多。有些人可能认为公司只是赚钱的地方，而个人生活才是真正享受生活的地方。他们可能会勉强忍受公司的压力。50岁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，这种困难的波澜也会影响到40多岁的人。现在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40多岁的人，也不应该视而不见，因为到了40多岁，大脑开始逐渐萎缩，认知功能也开始下降，而且大家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体力的下降。另外，经济上的不安也随之增加，人际关系也变得令人疲惫。面对这些困难，人们会感到困惑，是选择从50岁开始人生逐渐凋零，还是在困境中找到内心的希望和可能性，做出新的选择，开拓道路，成为人生逐渐绽放的人呢？我们虽然在逐渐老去，但通过努力，50岁也能够重拾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充满活力的生活和内心的平静。只要调整思维、情感、语言和行动，就能够收获之前培育的果实，成为最愉快的时期。因此，在这里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50岁开始人生逐渐凋零的人的5个特征。如果有人正处于这种情况中的话，我希望您能够立即加以改善。这5个特征是：1. 对自己的人生不感兴趣，漠视现状；2. 无法接受自己阴暗的一面；3. 相信幸福在地平线的另一侧；4. 被花言巧语所迷惑，被骗得一文不值；5. 忽视身体健康。以上是50岁开始人生逐渐凋零的人的5个特征，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这些内容。接下来让我具体分析并简明解释这些特征。首先是第一个特征，对自己的人生不感兴趣，漠视现状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您是否真的关心自己的人生吗？那些人生逐渐凋零的人可能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兴趣，例如，他们可能会以为已经老了，或者现在已经不是能做任何事情的年龄了，等借口来逃避现实。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从50岁开始，人生反而变得越来越美好。因此，我们绝不能放弃，必须一直保持对自己人生的关注。那些不关心自己人生的人，甚至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目前处于哪个阶段。实际上，世界上存在着只有在特定年龄段才能看到的景象。当我们20岁时，可能只关心玩乐，被各种娱乐设施、令人愉快的事物所吸引；到了30岁时，可能会对自己生命中的潜在伴侣感兴趣；等到了40岁时，可能会非常关注同龄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然而，当我们50岁时，通过积累各种人生经验，我们终于能够看清社会的风貌。人生就是这样，直到50岁，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。这不是一种觉悟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逐渐感受到的人生这一事实。当我们50岁时，我们也会意识到身体的衰老和健康的下滑。例如，即使我们没有吃的很多，我们也可能开始发胖。我们不再能大量饮酒，我们的头发也会变白，变得稀疏。我们再也无法通宵工作了。我们经历了照顾父母、送别父母的日子。此外，50岁不仅会经历身体的衰退和健康的下滑，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。在这里，
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50多岁男士一天的生活。早上乘坐地铁上班时，由于十分拥挤，周围的乘客总是会碰到他的肩膀，这令他感到十分烦躁，让他的一天从一开始心情就变得很糟糕。到了公司后，公司的会议总是追求数字成果，他不断被上司问及为何没有达成目标。等回到家后，妻子连续向他要孩子的补课费、美容费、卫生间的维修费等，他只能凭着手头有限的零花钱勉强应付。平时十分节约的他心里不禁想，为什么除了自己之外，其他的事情都要花费那么多钱？晚上临近入睡时，当看到网络新闻报道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贪污事件，令他愤怒至极，内心责备这些人挪用了他人的钱。一天的生活让这位50多岁的男士感到非常疲惫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，但是他并不绝望，因为他拥有很多东西，比如工作经验、家人和朋友的支持、享受美食和美景、生活的意义等等。50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年龄。作者强调，重要的是要正视自己的人生，冷静地看待自己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人生，认真思考，不要沉溺于现状，而是从50岁开始成为一个茁壮成长的人。接下来是第二个特征，无法接受自己阴暗的一面。在座的各位中，有没有那种总是责怪自己，无法接受自己的阴暗面，从而导致沉溺于自我指责的人呢？然而，作者指出，这样做并不好。我们应该学会原谅自己。快速衰老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无法原谅自己，尤其是那些认真正直的人，更容易受到自己阴暗面的困扰。但是换个角度看，这也是他们在努力生活的证明。当然，我认为不说谎、不伤害他人、不耍小聪明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迫采取这样的行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也应该原谅自己，包括那些无法原谅自己的部分。我们应该爱自己，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的50岁的人。那些总是责怪自己的人，最好尽早改掉这个习惯。众所周知，责怪自己对健康有害，会导致抑郁症、焦虑症、自尊心下降等精神问题，同时也可能导致慢性压力、头痛、消化不良等身体健康问题。除了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外，责怪自己也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困难，难以实现目标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停止责怪自己，而是要原谅自己，甚至是自己的阴暗面。同时，也请原谅他人。有些人可能仍然怨恨父母、老板或同事，甚至憎恨自己的伴侣，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他人。实际上，憎恨他人的状态是自损的状态。被这些事情所困扰，会消耗掉我们的宝贵精力，让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处理自己的事情。当我们摆脱憎恨、愤怒和怨恨等消极情绪时，我们才能更好地踏上自己的人生旅程。此外，研究表明，原谅他人可以减轻压力、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，同时还能降低血压、维持心脏健康、增强免疫系统，使我们更加健康，并打开改善人际关系的大门。接下来是第三个特征，相信幸福在地平线的另一侧。有人相信地平线的另一侧存在幸福吗？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这样认为。幸福并不在那里，幸福就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。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幸福的人，是永远不会真正幸福的。那么，让我们想象一下那些无法感受到幸福的人的心境。比如，有一天，一位男士和家人一起去湖边欣赏富士山的美景。在湖畔的露台上，他和妻子、女儿和爱犬一起享受着美味的午餐。然而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却在心里担心回家的路上是否会堵车，明天是否又要上班等问题。让我们来思考一下，被爱着的家人和美丽的环境所包围，这已经是最幸福的情况了。为什么这个人的思绪总是会飘向远方呢？作者指出，那些不能享受眼前幸福的人真的很愚蠢。我们经常会忽略眼前重要的幸福，
而陷入对未来的担忧和对过去的遗憾。但幸福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。幸福就是能够平稳地度过每一天。早晨醒来和家人打个招呼，洗漱后去上班，顺利完成工作后回家，喝着凉爽的啤酒，看着新闻，阅读一本书，然后再次回到床上。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戏剧性事件或赞誉，但能够平稳地过日常生活才是幸福的。重新感受到在这样的日常中蕴含着巨大的幸福感，这也是50岁的特权。每天平安无事地度过，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。在每天睡前，我们都应该感叹一声：多么幸福的一天啊！幸福并不在地平线的彼方，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发现的。那些认为幸福存在于地平线彼岸的人，是永远无法获得幸福的。人们总是认为，只要更成功，取得更多成就，就能变得更幸福。然而，这种固定的观念并不正确。我们被奋斗过程中的幸福蒙蔽了双眼，最终总会发现，追求的幸福并不存在。许多人认为，如果能够赚更多的钱，就会更加幸福，但这绝对不是个事实。例如，有一名公司职员，他为了达到年薪1000万日元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。对他来说，成功就意味着达到梦寐以求的1000万日元年薪。他认为，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，他就会变得幸福。然而实际上呢，当目标达成，年薪达到1000万日元时，确实会感到一时的成就感，可能会觉得自己非常努力、非常成功，从而感到幸福。但是这种幸福感并不会持续很久，接下来就会开始关注周围那些挣得更多的人，比如挣1500万或2000万日元的人。这有点奇怪。我拼尽全力，终于实现了1000万日元的目标，但我一点也不快乐。周围有些人已经达到了2000万日元，他们看起来更幸福。接下来，我的目标是梦寐以求的2000万日元，这似乎是注定的。我会不惜一切努力达成这个目标，即使这会让我筋疲力尽。达到2000万日元的目标后，下一个目标就会是3000万、4000万、1亿日元。幸福的终点似乎越来越遥远。实际上，在日本能够年收入2000万日元的人只是少数，更别提1亿日元了。然而，与身边年收入1亿日元的人相比，只有2000万日元的我，会因为无法达到1亿日元而感到压力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最初的目标是1000万日元，当实现了2000万日元的目标时，我也无法感到幸福。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，认为成功或金钱能带来幸福的想法是错误的。此外，即使我们的工资增加，生活水平提高，我们也会很快适应，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此幸福感也不会持续。认为成功就能带来幸福，拥有更多金钱就能幸福的观念是大错特错的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幸福的种子隐藏在每天看似平凡的生活中。否则，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追求幸福的目标，而只会在痛苦中挣扎。接下来是第4个特征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，被骗得一文不值。50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，人们开始为退休做资金准备。然而，令人悲哀的是，在这个阶段，许多人会因为轻信花言巧语而失去一切。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可疑的投资骗局。比如邀请您投资一家肯定会上市的公司，或者以保本年利率10%的高利息来吸引您投资等。这样的提议肯定会定期出现在您的身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请务必小心，不要上当受骗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不可能被骗，我知道怎么回事，或者被骗的人真是太愚蠢了。然而，特别是近年来，骗局变得非常巧妙，很难识破。因此需要格外小心。据作者说，即使是他这样见多识广的人，也曾差点被骗。有一次，他被一位声称拥有独家专利的绅士邀请共同投资，直到临近投资前，才发现其中的可疑之处，并在最后一刻退出了。后来他才发现，
那个男人是一位顶尖的骗子。此外，还有一些人由于友情而上当受骗，导致无法收回投资。所以，当您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提出可疑的投资时，您可能会保持警惕。但是，当您的朋友或亲戚向您提出一个诱人的机会时，您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其中。您会因为信任对方而轻易地相信他们的话，或者因为是信任的人推荐的，而毫不犹豫地投资。值得信任的人所提出的诱人机会也需格外小心，因为即便对方无意欺骗，也可能被误导。世间有不少企图骗取您辛勤劳作积攒下的财富的人，一旦陷入这类陷阱，50岁的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实际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存在那么多轻而易举的机会，否则每个人都能富有起来。尤其要警惕那些精于欺诈手段的话术，比如我特地告诉您这个消息，是因为您的水平很高，其实 A 先生也对此很感兴趣，准备跟进了，这个机会必须立即做出决定，否则就会错过等等。希望大家能特别留意这些诈骗者使用的高级手段。接下来是第5个特征，忽视身体健康。作者指出，我们借用了上天赐予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在50岁时出现问题或磨损也是很常见的。例如，血压、胆固醇、中性脂肪等的水平逐渐上升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可以随意畅饮酒精，享受美食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受限制。尽管我们都知道海胆、鱼子酱等美味佳肴随处可见，但由于年龄原因，我们不得不控制自己的食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关节问题如颈部、腰部和膝部等也会日益加剧。粗心对待自己身体的人，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。因此，作者呼吁大家重新培养珍惜身体的习惯，特别是据说50岁时的生活习惯会影响60岁后的健康状况。所以，当您进入50岁时，更应该养成保健的习惯，以便将来能够健康地归还这个身体，并被告知您曾经非常珍惜它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过上健康的生活，以避免后悔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从50岁开始，人生逐渐绽放的人的3个特征。这3个特征是：1. 能够进行生活的缩减；2. 珍视喜悦的窗口；3. 获得看不见的回报。接下来让我具体分析并简明解释这些特征。首先是第1个特征，能够对生活进行缩减。所谓的缩减，用现代的说法来说，是指过着极简的生活，也可以称之为简约生活。作者指出，当一个人过了50岁，能够进行生活的缩减将变得非常重要。即使是那些经济宽裕的人，过上简约生活也是非常有益的。因此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尝试实施一下。此外，50多岁的人需要为了退休而存钱，所以必须控制对美食、购买品牌商品以及对豪华住宅、度假等的执着心。逐渐减弱这些欲望是确保健康退休的不二法门。即使你有一定的收入，但如果您的生活仍然紧张，您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使用了与简约生活相悖的金钱。但是如果您受到这些欲望的困扰，那么在未来您可能会陷入困境，因为欲望是没有上限的。例如，最初您可能对一间月租10万日元的公寓感到非常满足，但是随着收入增加，您可能会搬到月租20万日元的公寓，但是这样一来，您可能会羡慕那些住在月租30万日元公寓的朋友，然后通过努力搬到月租30万日元的公寓。紧接着，您可能会再次渴望月租50万日元的公寓。渐渐的，您的欲望会越来越大。一旦您尝试了奢侈，就很难回到以前简约的生活水准。习惯了月租50万日元的人可能会觉得搬到月租10万日元的房子非常狭窄、肮脏和不方便。俗话说，越简约越自由。如果您一直能够保持简约的生活水准，您的退休金就有可能积攒下来，否则可能陷入退休破产的困境。因此，过了50岁，作者呼吁大家要学会进行生活的缩减，过上简约生活。接下来是第2个特征，珍视喜悦的窗口。当一个人到了50岁时，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朋友，包括学生时代的朋友、
工作中结识的同事，以及其他兴趣爱好相关的朋友等等。经过半个世纪的生活，每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有所不同，因此在与他人交往时，妥协变得非常重要。年轻时的友情可能建立在绝对的信任基础上，但是到了中年，理解每个人的独特性，并适度妥协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此外，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朋友圈主要由工作相关的人组成，但是作者指出，除了工作之外的朋友同样重要。作者与健身俱乐部的朋友有着深厚的情谊，一起运动，一起分享生活，拥有各种各样的50岁朋友是一种财富。当然，积极与朋友交往的人是很好的，但是也有些人可能厌倦了社交，不愿与工作相关的人见面，或者尽量避免与同学联系，甚至拒绝参加同学聚会。有些人可能会想要独处或感到孤独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友情仍然是给人带来生活喜悦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。人不可能独自生活，如果您希望过上健康的生活，那么朋友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。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社会中，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精神上的挑战，甚至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。这时，身边有朋友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心灵支柱。正是在压力和困扰面前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朋友的珍贵。在这个高压社会中，避免过度积累压力，及时释放压力是至关重要的任务。和朋友共度时光是最好的选择。参加活动、外出聚会，与那些能够真实展现自我的朋友相聚，可以极大地减轻压力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朋友不多而感到沮丧，但实际上，即使只有少数几个朋友，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。只要有一个真诚的朋友，就能对健康和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。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，有了一个朋友，就能感到心安。朋友的存在可以降低压力水平，对改善身体健康有益。此外，与朋友相处还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疾病的风险。当我们情绪低落时，与朋友见面变得尤为重要。接下来是第3个特征，获得看不见的回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金钱的回报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回报。当我们看到满意的金额被汇入自己的银行账户时，那种喜悦可能无法言表。然而，当人到了50岁时，收入方面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。在年轻时，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会太大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。作者认为，从50岁开始突然提高收入是相当困难的，而且也是时候结束像年轻时那样只追逐金钱和地位的状态了。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工作中看不见的回报。所谓的看不见的回报，首先是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回报，感受到与工作相遇的喜悦，品味工作本身带来的感动。下一份工作的出现是一件令人感激的事情。其次是能力的提升，多年来培养的能力的提高也是看不见的回报的一部分。最后，人的成长是最大的回报。通过工作的磨练，获得成长才是最丰厚的回报。即使是高薪工作，如果无法获得任何成长，那么这份工作就缺乏魅力。有些人可能会过分关注金钱上的回报，特别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。但是超过50岁后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看不见的回报。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